过《盗墓笔记》的或许都有这样一个疑问，那就是为什么强如神明的张启灵会被盘马老爹说成活死人，并且还告诉吴邪，他俩其中一个早晚会被另一个害死。你认识他？脸不认识，但我认识他身上的味道。什么味道？死人的味道。虽说盘马的话吴邪并不相信，但却让小哥一直耿耿于怀，致使日后在广西巴乃的张家鼓楼，铁三角遭到密骆驼的攻击，而小哥一直冲在前面，不料却被自家鼓楼里的密骆驼重创。直至吴邪背着小哥从鼓楼出来时，张起灵说了一句还好我没害死你。而盘马之所以说小哥是活死人，正是因为当年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情。九门时期，小哥第一次寻求与九门合作，组织通过张启山发起了史上最大的盗墓活动，结果导致九门遭受重创且伤亡惨重。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，小哥以重伤失忆，被张启山囚禁于格尔木疗养院20多年。可那时的九门已经无法摆脱组织的控制，便有了张大佛爷清洗老九门事件。到了1976年，陈文锦受命带领考古队前往广西巴乃，表面是去西北的羊角山堰塞湖进行考察，实则是送葬某位重要领导。于是便找到对山里环境较为熟悉的盘马做向导，并以5斤大米作为报酬。光看盘马这时的眼神就知道，这货肯定要做大事。随后盘马带众人在山里走了2天2夜，终于找到地图上所标示的堰塞湖。但诡异的是，这四周并没有任何溪流，怎么会凭空出现这么大的湖泊？可陈文锦却格外的兴奋，因为他知道下面隐匿着张家古，据说里面藏有保尸身不腐的秘密。随后考古队便在湖边扎了营，并让盘马隔3差5来送补给。可有一次，盘马奇怪的发现，考古队正从湖里拉出一批黑色的木盒，看样子是他们找到了宝贝。带着好奇心的盘马刚要上前查看，你说盒子里有怪味，很浓，而且非常难闻，是一种……可正当盘马想继续往下说时，窗外却突然闪过一个人影。于是盘马慌忙将吴邪赶走，随后独自上山见了他肩膀。就在他肩膀想要灭口时，张起灵及时出现将其救下，而他肩膀见到张起灵自然只有逃跑一分。见屡次救危难于自己的铁三角，盘马这才决定将全部真相告诉他们。在当年连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，盘马本想带着村民从考古队偷点粮食，没成想却被考古队的人碰了个正着。眼见事情败露，其中一个村民失手将这人闷死。可当他们准备将尸体掩埋时，恰巧又被另一名队员给看到。所幸盘马一不做二不休，手起刀落将其灭口。可是为了避免夜长梦多，他们悄溜溜地潜入考察队的营地，将整个考察队几乎全部杀光，并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湖底。可到了第2天，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昨晚被盘马杀掉的人竟又活了过来。人不可能死而复生，他们肯定是妖怪。你确定他们和之前的一模一样？一模一样。也正是这离奇的一幕，让盘马做了30多年的噩梦。殊不知，正是他当年的贪婪之举，反而帮了谢九爷的大忙。盘马将考古队杀害后，谢九爷安排了一批人用易容术替换了他们，于是便有了第2支考古队。他们所作所为全部与第1支考古队背道而驰，并且将送葬的尸体藏在吴家的地下室，为的就是反击组织对九门的控制。而当时的陈文锦和霍灵英在湖下勘察，所以侥幸逃过一劫。随后用假密令将考古队的假陈文锦、霍灵引到云顶天宫，自己则和吴3省谢连环前往西沙海等。第2支队伍策划这次行动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混进西沙考察队，或者是说阻止第1支队伍进入西沙。可是这几十年前有这么发达的易容术吗？录像带里就有一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而且在西沙的时候，我也看见了一个人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